Hello，大家好，这里是猫猫。今天想要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今天突发奇想的一个问题，是我刷到某个乙女游戏的日卡，然后呢，也是有关一个恶魔爱上一个凡人的故事。然后这个乙女游戏之前呢，也有推出一些神爱上凡人的这种卡面的情节，所以我当时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他会爱上凡人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这个问题之后，我能够想到的答案是应该不会吧，因为神不是永生的吗？但是凡人是会死的。如果他如果是永生的神爱上了一个会死的凡人，那也就是说他会亲眼见证着自己爱人的死亡，应该是这件事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呢，神又那么智慧，他应该不会把自己陷入到这种痛苦的境地里面，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不会。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 AI。我这边选择的是Gemini，后面我会称它为哈基米。嗯，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哈基米，然后他给我的回答呢，我不得不说是有震撼到我的，让我觉得，嗯，我之前的想法还是浅薄了。那我这里就把哈基米的回答给大家念一下。我的 prompt，也就是我发给哈基米的问题是这样写的：我在想，神会爱上凡人吗？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吧，因为凡人会死，但神是不会死的。神那么智慧，怎么会让自己落入痛失爱人的境地里呢？然后哈基米是这么回答我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你的逻辑非常清晰，且符合理性主义的视角。如果预知了结局是痛苦（括号死亡），那么明智的选择应该是避免开始。这听起来非常合理，但是关于神是否会爱上凡人，文学、神话和哲学给出了很多种不同的答案。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凡人会死，神才会爱上他们。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第一点是稀缺性创造价值冒号昙花一现的美。对神来说，永恒是一种常态，甚至是一种诅咒。当所有的事物都永远存在，所有的日子都一模一样，时间就失去了意义。凡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正如夜空中的烟火，正因为其稍纵即逝，才迸发出了神所不具备的极高浓度的生命力。神可能爱上的不是凡人的肉体，而是凡人那种向死而生的热烈。因为知道自己会死，所以凡人会拼命去爱、去恨、去创造。这种在有限时间里燃烧的灵魂光芒，对于活在无尽且平淡岁月里的神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第二点，智慧不等于趋利避害。你认为神是智慧的，所以神会避开痛苦，但也许最高级的智慧并不是避免痛苦，而是接纳痛苦作为体验的一部分。如果神全知全能，那么神可能也会感到极致的孤独。爱一个凡人，就像是神在无尽的孤寂中主动选择了一次心碎。这种心碎能让神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当然这个活着是加双引号的，而不仅仅是存在。正如英国作家 C.S. 刘易斯所说，
爱就是变得脆弱。如果你不想心碎，就不要把心交给任何人，甚至是动物。神如果选择了绝对的理性与安全，那他就同时也放弃了感性的体验，愿意为了瞬间的璀璨而承受漫长的寂寥，或许才是神性的浪漫。第三点是，此处可能会显得非常突兀，但是看了之后，我又觉得这个第三点放在这里也非常合适。第三点是，我们如何爱宠物或者花朵。这可能是一个略显冒犯但很贴切的比喻。人类的寿命相对于狗、猫或者一朵花来说，也是神一般的存在。我们要比他们活得长得多。我们明知道养一只小狗，十几年后通过它会老去死亡，我们会痛哭流涕。为什么我们还要养它？因为在它活着的这十几年里，它给予的陪伴、信任和爱，其价值超过了最后离别时的痛苦。神看凡人，或许就像我们看一朵花，我们知道花会谢，但我们依然会在它盛开的那一刻爱上它，并为此感到惊叹。第四点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凡人会死，肉体会腐烂，但是被神爱过，或许是凡人获得永生的一种方式。我个人这里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他要突然提到凡人获得永生的方式，因为应该不是所有凡人都想永生的，所以提这一点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好处或者优点，但其实不一定。所以这里的第四点也就是见仁见智了。神的记忆是永恒的，当凡人死去，他在神的记忆里就凝固成了永恒的艺术品。神通过记忆将这个凡人从时间的长河中截取了下来，所以神并没有真正失去爱人，而是将爱人从现在的伴侣变成了永恒的回忆。这对于拥有无尽时间的神来说，或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相处方式。那谁知道呢？反正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应该是不太能接受，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说，回忆是永远比不过当下的。就是我不想要，我不想要在我爱的人去世之后，然后去，一遍又一遍的去回味我和他之间的回忆，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我只想要我和他相处的当下，呃。当然了，因为我是一个凡人，所以我的脑回路是这样的。说不定神的脑回路就会比我的更高级呢，谁知道呢？所以这个第四点我还是不太能理解。第五点是希腊神话的启示。在希腊神话里充满了神爱上凡人的故事（括号虽然很多是悲剧），比如月亮女神塞勒涅，这个怎么读呀 ？Selene 嘛，爱上了凡人恩底弥翁 （Endymion） 是吧？为了不让他死，他让他陷入了永恒的沉睡。这恰恰印证了你的观点，神确实无法忍受凡人的死亡，但神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扭曲的、自私的，甚至是恐怖的。这说明神虽然有神力，但在爱面前，他们也和凡人一样无助、贪婪且不理智。关于这个第五点，我的观点是，希腊神话它虽然讲述的是神的故事，但是它毕竟也是由凡人口口相传。我也不知道希腊神话是不是有文字记载啊？如果是有的话，那也是凡人书写的故事，对吗？虽然它的内容是有关神的，但是它记录的角度还是凡人的角度，所以我们也很难说，如果真的有月亮女神这个神存在，她是不是真的就会做这种不理智的事情？所以说白了，这只不过是凡人揣测的月亮女神会做的事情。其实月亮女神并不一定会这么做，对吗？但是反正我们也不会有机会知道月亮女神会怎么做了。所以这个第五点对我来说是存疑的，就是
没有那么有说服力吧。前3点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对于我来说。然后哈基米的总结是这样的：如果在纯粹理性的逻辑下，你的推论是对的，投资一段注定亏损（括号死亡）的爱情是死亡的感情是不明智的。但爱本身往往就是反理性的。也许神之所以是神，不仅仅是因为力量，还因为他们有能力承受那份我知道你会死，但我依然选择在有限的时间里爱你，并在余下无尽的永恒中怀念你的巨大悲剧感。这种悲剧感本身就是一种宏大的美，不是吗？然后哈基米的回答就是到这里的。后面他的总结的这一段，对于我来说启示最大的还是那一句：爱本身往往就是反理性的。这倒不是说我在之前没有意识到爱的种种反理性之处，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把它总结成爱本身往往就是反理性的这句话。所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是在想，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爱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会被当成一种值得歌颂的、崇高的、值得赞美的感情。但是呢，通俗的凡是价值观又是追求做一个理性的人的。如果我们评价一个人不够理性，这种评价往往是带有贬义的。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人类歌颂爱，人类追求理性，但是爱往往本身又是反理性的，所以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是有一点矛盾。所以对我来说，这样一句话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至于这个总结里面提到的说，我知道你会死，但我依然选择在有限的时间里爱你，并在余下无尽的永恒中怀念你，这个状态，如果结合他前面提到的猫猫狗狗还有植物还有花朵，那这样的话岂不是说每一个养宠物的人类都是就是在一种自愿的情况下给自己营造了一段悲剧我打一个双引号，悲剧的人生经历嘛？我觉得这样说起来好像又有一点过于pessimistic， 就是过于悲观了吧？因为我感觉养宠对于人类来说应该不能被打成一个悲剧一样的行为，所以哈基米这里的表述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虽然我没有说他说的，虽然我不是说他说的没有道理，但是怎么想都觉得这种说法很奇怪。所以说，自愿的这里忽然又想到了，我用自愿这个词或许也不是很合适，因为很多时候爱它是一种非自愿的行为，不是吗？就好像你可能会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爱上别人的时候会感觉到是无可抑制的爱上别人，就是他就一定会爱上那个人，哪怕他告诉自己不要去爱这个人，他可能还是会去爱上那个他爱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爱就不能说是自愿的。它更像是一种就是可能被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说，算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吸引力吗？或者是体内的激素在作用，还是什么？所以它不是完全依靠个人的意志来发生的，所以它应该不能算是自愿。但是养宠这个事情就不一定啊，我们好像很少听到有人说我养一只狗或者猫是因为我第一眼看到
我第一眼看到它就非常非常爱它，我没有办法离开它，所以我养了它。大部分人在养宠的时候，肯定都是清楚自己的宠物，不出什么意外的情况下，是会在先于自己去世的，但是他们还是选择养宠，不是吗？所以养宠这个事情，应该还是不能和神爱凡人相提并论吧。所以大概以此为基础，我们凡人应该也就不能够去揣测，神到底会不会爱上凡人了，或者说他会不会感受到一种悲剧的美，这个就很难说。所以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呢，虽然它有很多前置的漏洞，但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哈基米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嗯，他说，尤其是他这个第二点，智慧不等于趋利避害，愿意为了瞬间的璀璨而承受漫长的寂寥，或许才是神性的浪漫。嗯，或许吧，或许吧，可能神会觉得这个很浪漫，也不是说我不觉得这个浪漫，只是我觉得如果这种对于神来说短暂的爱会带给他很多痛苦的话，我不知道神还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浪漫。嗯，好的，今天的对着屏幕自说自话应该就讲到这里吧。这是一个有关今天的灵光一现的一个问题和哈基米的回答，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想分享给别人。但是分享给就是我认识的人，又会怕被他们嫌弃，就是说我是一个过于天马行空，嗯，想一些很高大上，高大上打一个双引号，想一些很高大上的问题，我不想有，我不想留给别人这样的印象。然后呢，虽然说发到 YouTube 上也不一定有人能看到，但是总感觉这样也就算分享出去了。我还是很想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的，所以就录了这期视频。好的，那就下次再见，拜拜。